奚梦瑶这场婚礼，看完我真的有种追完大结局的感觉。旁人提起奚梦瑶，第一反应总是豪门儿媳，可很多人忘了，在成为何猷君妻子之前，她早已是站上国际顶级秀场的超模奚梦瑶。很多人羡慕她如今的人生，可如果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，你会发现她的人生从来不是靠婚姻改写的。1989年出生于上海，21岁登上巴黎时装周，24岁成为第4位登上维密秀场的亚洲超模，连续多年活跃在国际时尚舞台，1年51场大秀，各大时尚杂志封面拿到手软。那几年她几乎就是中国超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但比起那些高光时刻，很多人记住奚梦瑶的却是那次摔倒。2017年维密上海秀主场作战的奚梦瑶意外摔倒，镜头瞬间传遍全网，有人惋惜，有人心疼，可更多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。有人说她不专业，有人说她辜负了这个舞台。那段时间舆论几乎一边倒，可多年后回头再看，大家发现那次摔倒并没有定义她的人生，因为她的人生从来不只是一场秀。当所有人都觉得她要完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从此刻开始一定会变得更强。后来她遇见了何猷君，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，一个是国际超模，一个是赌王家族成员，两个人站在一起本身就自带话题。恋情曝光后，外界几乎没有停止过讨论，有人觉得门当户对，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豪门与明星的结合。而真正把争议推向高潮的是2019年的那场求婚。如果你经历过当年的热搜，一定记得那个场面，整个商场被包场，数不清的玫瑰铺满现场，巨型粉色背景墙，大型电子屏幕，当天热搜几乎被2人承包。支持的人觉得浪漫，可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少。有人说太高调，有人说像商业活动，还有人觉得这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流量事件，甚至有人断言这样的感情根本走不远。那时候几乎没人想到7年之后，大家会因为同一对恋人再次刷屏。只是这一次大家讨论的不再是高调，而是兑现。2026年6月1日，奚梦瑶与何猷君终于补办婚礼，地点选在法国圣米歇尔山附近的古堡。消息曝光后迅速登上热搜，很多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婚礼。但如果只是因为豪华，它不会引发这么大的讨论。真正让人感慨的是，这场婚礼整整迟到了7年。当年求婚时，何猷君曾公开承诺一定会给奚梦瑶一个正式婚礼。你们还办吗？婚礼肯定办啊。我是有点社恐的。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情，赌王何鸿燊离世，家族进入守孝期，孩子出生，家庭责任增加，婚礼计划一次次推迟，时间久到很多人都以为那句承诺已经被现实冲淡，甚至已经被遗忘。可7年过去，他没有忘，这场婚礼最终还是来了，而且是在所有人都快忘记的时候。这一点因为很多人都明白，说出口的承诺不难，难的是多年以后依然记得。婚礼当天，整座古堡仿佛童话故事里的场景，每一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。镜头里的奚梦瑶状态极好，没有刻意炫耀，反而多了一种岁月沉淀后的从容。而婚礼上的很多细节也让网友疯狂讨论。最出圈的莫过于那座香槟塔，因为里面摆放的不是鲜花，而是提拉米苏，这是奚梦瑶最喜欢的甜品，甚至连整体高度都按照她的身高进行设计。看到这里，你会突然发现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，而是愿意花心思，把对方喜欢的东西认真放进重要时刻里。晚宴同样惊艳，奚梦瑶身穿1989年的 Chanel 古董高定，巧的是她本人也出生于1989年，过去与现在在这一刻形成奇妙呼应。颈间佩戴的珍珠则来自梁安琪多年的珍藏，这已经不只是珠宝，更像是一种认可，一种家族层面的接纳与传承。当然外界最关注的还有宾客名单，整场婚礼仅邀请约200位亲友，人数不算多，但阵容堪称豪门圈层天花板。伴郎伴娘团中既有国界知名家族成员，也有商界名流后代。谢其任泰国正大集团豪门接班人，严继文香港老牌名媛，何超莹多年闺蜜于婉婉国内顶尖时尚投资人，时尚圈资本名媛谷爱凌冬奥自由式滑雪冠军跨界受邀做伴娘，林希尔华亚影业老板林建岳女儿，香港顶级富家千金，从小和何家姊妹交好，何超莹何猷君亲姐姐，赌王4太长女，何超欣何猷君亲妹妹，麻省理工 MIT 在读学霸赌王最小千金，王嘉尔
知名歌手何猷君多年挚友，叶伟彤卓越集团前太子，林孝能香港豪门林建岳之子，乔什兰黛雅诗兰黛家族第4代继承人。这哪里是伴郎团，根本就是顶级豪门朋友圈。可比婚礼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他们这段感情，是7年如一日的偏爱。奚梦瑶那句我嫁的不是豪门而是爱情，含金量还在上升。